某天，我接到了物业电话，对方委婉劝我，就算结婚，也没必要通宵闹腾，惹得邻居怨声倒在，他们夹在中间也难做人。我说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就结婚了？见我不承认，物业还发了小区监控视频给我。视频中，楼道内张灯结彩，客人络绎不绝，一大群人拥护着新娘进入新房，而新郎是我分手2年半的前男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801业主，我知道结婚是喜事，但是也没必要请那么多亲戚朋友通宵打麻将 K 歌吧，一闹就是好几天。周围的业主都对我投诉，说你们家凌晨2点半还在客厅唱歌，吵得整栋楼的人都睡不着。别人家结婚闹新房，顶多就到半夜，就回个家休息了，怎么就你家闹那么多天？虽然房子是你买，但区域是公共的，休息时间太过吵闹，很容易引起众怒，以后邻里关系还怎么相处？我们物业夹在中间也很难做的，希望你能克制一点。白天打麻将也就算了，半夜可不能再吵了。今天是休息日，我本想着一觉睡到大中午，结果大清早的就被一通陌生电话给吵醒了。听着对面责怪的声音，我一头雾水。什么呀？你谁呀你？打错了吧？电话那头的人才开始自我介绍，林萱萱小姐，你是周口市百合苑6号楼801的业主吧？我是这边的物业，当年您办过户手续时，我加的您微信，我还邀请您进物业群，您说不常住就没进。现在您结婚了是喜事，但是也要注意公共影响，不是责怪您，只是提醒一下。一番话更让我脑瓜发晕。谁结婚？我结婚。我整理了一下思绪，想起来3年前是在百合苑买了一套房子，当时是当婚房准备的，后面分手了，就再也没去过那边。这2年我一直住在父母家，还考虑要不要将那边的房子卖掉，后面因为房价下降严重，出手亏损太多，就没再考虑了。现在你告诉我，有人在我房子里结婚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，我连男朋友都没有，怎么可能结婚呢？电话那头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似乎在压抑着愤怒。他肯定以为我在嘴硬狡辩。这样吧，林女士，我不和您多说，我把小区迎亲的监控视频，还有楼道电梯监控视频全部发给你，希望你能处理好此事，不要再被其他业主投诉了。说完，我的手机就收到一连串信息。我打开一看，第一个视频是小区门口，地上铺着红毯，好几辆挂着花的迎宾车来回进出。第二个视频是6号楼门口，一堆宾客进进出出，吵吵嚷嚷的。新郎背着带盖头的新娘进了电梯。第3个视频是8楼电梯口，楼道内很明显被装扮了一番，四处贴着喜字，还挂着彩带。新郎背着新娘走出电梯口，后面跟着一大堆人，因为背着新娘，新郎一路上都弯腰低头，只在走出电梯口时抬了一下头，只一眼我就认出了，这他娘的不是我分手2年半的前男友吗？李登高，我的前男友，准确来说是前未婚夫，因为分手时我们已经定亲了。他农村出生，家中还有一对弟妹，家庭条件很不好，前几年年纪小不懂事，我跟被下了降头一样，死活非要嫁给他。爸妈见我如此固执，又怕我跟他回农村吃苦，便主动在市区给我买了一套房，就是百合苑801这套。买完房后，爸妈希望李登高家
能出钱装修，但是他不愿意，说房本又没写他的名字，凭什么出钱？我便拿出了自己毕业2年来的所有积蓄来装修新房。定亲后，李登高突然说，必须在房本上加上他的名字，不然这婚就不结了。还好我爸妈有远见，买房时写的是他们的名字，我没有办法主动变更。李登高让我劝爸妈把房本改成我俩的名字，我就算再恋爱脑也回过未来了。当时装修让你们家出钱，说给你加名，是你自己不愿意的。林轩轩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们结婚摆酒不要钱吗？给你家的8000彩礼，还有3金都不是钱吗？李登高斥责我，你也知道我爸妈是种田的，一年能搞几个钱？装修费都是10几万起步，那不是要了我爸妈命吗？可是房子也没让你家出钱呀，装修费也是我和我爸妈出的，我也有些不高兴了。我爸妈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，他们挣钱也很辛苦，你们家1分钱没出，还想占房子的名啊？林轩轩，我发现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知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还这么斤斤计较。李登高倒打一耙，你要是爱我，房本上就应该只写我一个人的名，你还要不要脸呢？是因为你买不起房，他们才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给我们买房。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男人这么的厚颜无耻，你要是有本事的话，就应该自己买房。当初我爸也说了，咱们2家一起出首付，然后我们一起还贷，你又不愿意，说压力大。现在房子买好了，你想白占啊？你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。我要求房子加我的名，是因为你爸妈一直防着我，我感觉自己没有被你们当家人，才会提出这个要求的。李登高一脸被戳破后的恼怒。林轩轩，你就是死脑筋，你家就你一个女儿，万一你爸妈之后出个什么意外死了，房子不都是我们的？现在加名和之后继承有什么区别？我爸妈活得正好，他居然说这种话，气得我反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你爸妈才早死呢！李登高，我算是看透你了，还没结婚就算计我爸妈的财产，之后的结果就是大吵一架，我果断退婚。爸妈为此也松了一口气，直说我退婚退得好，就算我一辈子不结婚，他们也养得起。退婚后，李登高还纠缠了我好几次，直到我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，才清静。我原以为我和他的人生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没想到啊，竟然会生出这样的事。我当即从床上爬起，迅速洗漱换衣，背起包包就冲出了门。百合苑6号楼，我乘坐电梯来到801门口，的确是乱，花生瓜子壳从电梯内延伸到楼道里，还有许多脏乱的脚印，烟灰、吐痰、卫生纸粘在地上，十分的恶心。怪不得业主都在投诉，我要是这家的邻居，早就开骂了。801大门两边贴了许多喜字，门口还摆了一大束花。我走上前查看，发现原来的门锁被撬掉了，换上了新锁，怪不得没钥匙还能进门呢。我伸手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任何反应。我从包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铁锤，直接砸在门上，声音震天动地。我猛锤了10几下，才有人开门。妖兽啊，我还以为地震了。一个50多岁的大妈从门缝里探出头来，斜着眼睛瞪着我。大中午跑我家来捶门，你他妈有病！真是好大的口气！谁说这是你家？我直接冲上前，用力将门打开，不由分说地冲了进去。房子里的格局一点都没变，只是墙上已经挂上了李登高和他老婆的婚纱照，四处张贴着喜字和彩带，俨然一副新婚燕尔的模样。你谁呀你？谁允许你进我家的？
大妈骂骂咧咧地跟进来，谁家的精神病没关好跑出来了？我懒得搭理他，直接将3个房间巡视个遍。阳台和次卧各摆了一张麻将桌，瓜壳果皮遍地，有一股浓重的烟味。客厅装了 K 歌设施，点歌频道现在还是亮着的，一看就是熬夜玩过。我气得发抖，老娘花重金装修的新房，自己都没住进来过，就被别人拿去结婚招待亲戚了。我冲进主卧，一把掀开被子，却没想到只有一个半裸的女人躺在里面。啊！女人发出尖叫，迅速捞起被子盖住自己。你谁呀？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看来这个女人还被蒙在鼓里呢。我直接拿出手机录像，从卧室录到客厅，从女人录到大妈，着重拍了房子损坏的几个地方。大妈追在我的屁股后面，想抢我手机。你拍什么拍？这是我家，你有什么资格拍？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大吼出声：放你的屁！这他妈是我的房子！大妈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，语气嘲讽：哪个精神病院没关好门，放出你这样的人来？这是我女婿买的婚房，神经病吧？想房子想疯了吧？女人也穿好衣服冲了出来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跑到我的房子里录像。你这是侵犯我的个人隐私，你犯法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真是2个不足死活的东西。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，犯法的人是你们。妈，你也是，看都不看一下，什么人都放进来。女人拿起手机对着我录像，眉头紧皱。现在社会上精神不正常的人多了去了，他要是损坏了咱家的东西，或者闹出什么事来，咱们都没地方去说理。闻言，大妈拿起扫帚指着我，威胁道：赶快滚出去，不然我就打你了。说着还挥舞扫帚示威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他们也不会信，反正证据已经录下来了。我打算先出去，然后报警，指控有人非法入侵我的房子。结果我才走到大门口，脑袋就冷不丁挨了一下，还伴随着大妈骂骂咧咧的声音。果然是个精神病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让你打扰我们休息，再不滚让你好看。我的火气蹭的一下上来了，直接转身一把抢过扫帚，对着大妈的猪脑就砸了下去。你找死！霸占我的房子还敢打我，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，烂货配痴呆。我本来还念着2人不知情，没必要和他们较真，但是打我可就忍不了。大妈立刻摔倒在地，捂着脑袋遍地打滚，发出猪嚎：杀人了！救命啊！女儿，快报警！快报警啊！有人入侵咱家，还袭击我。年轻女人在后面录像，见我还手后，一脸得逞的表情，迅速拉着他妈冲进房间，反锁上门。碰瓷我行啊，还省得我报警了。很快2名民警推开了门。是谁报的警？警察同志，是我。听见屋外的动静，女人急忙打开门走了出来，指着我：是我报的警。这个女人莫名其妙闯入我家，拍摄我的私人视频，还殴打我妈。大妈也捂着脑袋走了出来，哎呦哎呦的叫着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赶紧把这个人抓起来，必须赔偿我医药费，还有我女儿精神损失费。警察看着我，眼中露出一丝狐疑。女人还把自己的手机递上去，她殴打我妈时我录像了，有证据的。警察同志，我也要报警。他们非法入侵我的房子，损坏我的财物，还蓄意碰瓷我。大妈冲上来，啐了我一脸口水，怒气冲冲：你放屁！这是我女婿买的婚房。我立马啐了回去：你才放屁！这他妈是我的房子，你女婿撬开了锁住进来，骗你们说是他的房子。见我们2人各自一词，争执不休，民警把我们都带回了派出所。警局内，
我直接拿出房产证和购房证明的照片，还有装修图纸。在这么硬核的证据面前，女人和大妈依然不相信，还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说我是诈骗。网上 P 的图，这个房子就是他们家的。民警好言相劝，却被大妈一把推开，还指着对方的鼻子骂：当我老婆子傻呀？你们是一起的，一群死诈骗犯联合作案，就是想把我们家的房子给骗走。在我女婿出现之前，我不会签任何字，你们给我等着。这无知程度，做笔录的警察都无语地翻了个白眼。半个小时左右，一个男人出现在警局门口，虽然已经2年半没见了，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李登高，还是那副细狗的模样，一脸衰相。见他来了，大妈和女人都哭着扑了上去。我的好女婿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再不来，我们都要被这群人给欺负死了。这个是女人是神经病，非说你买的婚房是他的，还搞了一堆假证件照片。你快和警察说清楚，那是你买的房子。我冷笑出声：哟，刚才不还说我和警察都是诈骗犯吗？现在又成神经病了！你个贱女人，闭嘴！女人出声呵斥我，一把倒在李登高怀里，嘤，老公，他不仅想抢咱们的房子，还打了咱妈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直接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一个盗窃犯能做什么主。李登高冷静地推开了2个女人，走到民警面前递烟：不好意思，警察同志，我妈和我老婆不懂事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递完烟之后，他又走到我面前，一脸意味深长的表情：林轩轩，好久不见。谁要和你见啊？我厌恶地后退了几步，赶紧带着你的家人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，然后赔我房子维修费。2年多时间没见，你还是和之前一样爱斤斤计较。李登高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这或许就是我都结婚了，你还嫁不出去的原因吧？妈的，神经病吧！李登高，你他妈脑子坏了！我气得直接站起身，破口大骂：我结不结婚和你有鸡毛关系？现在的问题是，你结婚占用了我的房子，还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你还要不要脸呢？那又怎么了？李登高一脸淡定，反正你到现在也结不了婚，房子都装修好了，空着也是空着，我在里面结婚住几年又能怎么样？听见这话，旁边的民警都绷不住了，我简直要气炸！警察同志，你们都听清楚了吧？这个男的亲口承认入侵我的房子，还这副无所谓的态度，真的是一点脸都不要。我要求他们立刻搬离我的房子，并且赔偿我房屋的一切损失。林轩轩，你这样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怎么说，我们也算是旧情人的关系，你非得闹到这么僵的地步吗？李登高面露愠色，你不能因为我结婚了，你没人要，就嫉妒我要整我，而且我在你房子里结婚是瞧得起你，让你沾喜气，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我不识好歹？李登高，他妈的几年没见，你人穷的一无是处，脸皮倒是和当年一样厚啊！我指着他的鼻子怒道：行啊，你可以不搬走，也可以不赔偿我房子的损失，你蹲大牢去吧！非法入室，损坏他人财物，没个10年5载，我看你出不出得来？听到坐牢，李登高脸色才变得凝重起来。行了，不借就不借，你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对，我就是要咄咄逼人。那是我的房子，我他妈砸碎了揉烂了，送给别人，我也不给你住。我发出最后通牒，明天晚上之前搬出我的房子，然后赔偿我房屋损失费，不然的话，法庭上见吧。李登高和另外2个女人的脸色都很难看。我带着民警
再次去了801拍照取证。之前来时没注意看，现在将房子内外仔细巡查了一遍，发现受损程度远超我的想象。客厅墙面有不下20个钉坑，还有许多划痕脏污。卫生间下水道堵了，污水都快要漫出来了。客厅和次卧的定制窗帘上被烟头烫了许多个洞，厨房窗户碎了，大理石地板也裂了好几块。我掏出手机查询换物和修复的价格，起码8万块打底。我将警察拍照取证的记录和估价发给李登高，让他转钱给我。对方却叫起了穷，说刚办完婚礼，根本没钱赔，那就法庭上见。我没好气道，少给我在这边装蒜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哪怕贷款也得把这个钱赔给我。回到家后，我将房子的情况和父母说了一遍。我爸气得恨不得大晚上冲过去将他们一家人赶走。世上还有这种泼皮无赖，真是让人长见识。骂了一通过后，我爸立刻打开手机联系亲戚，并嘱咐我，明天你别一个人去，叫上你的几个堂哥表弟，如果他们再耍赖，就直接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全部扔出去。我点点头，好。第二天下午，我领着7、8个1.8米的堂兄表弟，浩浩荡荡地赶往百合苑，气势之大，犹如古惑仔过街。到了801，门是虚掩着的，我直接推开走了进去，却发现里面所有东西都丝毫未动，根本就没有搬走的迹象。李登高，你小脑萎缩了。看着悠闲坐在沙发上喝茶的贱男，我忍不住怒骂，我让你今天晚上之前搬出去，你他妈失忆了。林轩轩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意思，所以才会反复纠缠。李登高淡定地放下了茶杯，自信地站起身。昨天我和我老婆还有丈母娘商量过了，占用你的房子的确是我们理亏。这样吧，我和现在的老婆离婚，然后娶你，行了吧？不过条件还是不变，结婚过后你得把这个房子过户给我。不是哥们，我说你小脑萎缩，还算是夸你了。你现在的情况完全就是想房子想疯了呀，竟敢用一副施恩的语气对我说这种话，我真的无法理解，怎么有人能普信成这副样子。你如果精神有问题，你可以去精神病院，而不是在我家里发疯。我指着他的脑袋，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圆明园的猪手是假的，真正的猪手在你的脑袋上。多亏我爸有先见之明，知道李登高这种赖皮不会轻易离开。堂哥表弟们现在就在门外等候着。我说话也底气十足，少在这里废话，现在立刻把钱赔给我，然后滚蛋。林轩轩，你今年都28了，除了我，还有谁会要你？也不瞧瞧你现在什么样，我能娶你，那都是你家祖坟冒青烟。李登高一屁股坐到沙发上，直接耍起了无赖。房子是你的，我就不走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去报警啊！难道警察能强制将我搬走吗？是谁说我妹妹没人要？大堂哥推开门走了进来，其他兄弟也紧跟着走了进来，客厅都显得拥挤了。李登高瞬间就紧张了起来，说话都有些结巴了。林轩轩，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？你难道还想打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打人可是犯法的，我从来不打废物。大堂哥摩拳擦掌，伸手招呼众人，兄弟们，干活了，把房子里所有的垃圾物品全部扔出去。好嘞，一呼百应，堂哥表弟们立即行动起来，迅速将墙上挂的照片、客厅的 K 歌设施，包括麻将桌，还有卧室的被子床以及各种，全部折叠打包，扔出了门外。李登高站在客厅，气得两眼瞪直，双腿发抖，都不敢说话。这里还有个大垃圾呢，
你们怎么给忘了？我急忙提示，所有的男人都围了过去，将李登高围在中间，一个个虎视眈眈。李登高吓得脸色发白，冷汗直冒。我再重申一遍，打人可是犯法的呀，我走不就行了？说完，他就想溜之大吉。大堂哥一把摁住了他，你小子不赔钱就想走，没那么容易的事。现在立刻把钱转给我妹，不然我们几个兄弟和你在这耗到底。我转，我也没说不给。李登高哆哆嗦嗦地打开手机，微信赚了1万就显示余额不足，支付宝又赚了8000，然后打开花呗借呗，又打了2个电话借了点钱，才凑足了8万块给我。收到钱后，我心情大好，咳了一声，麻溜地滚出去，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围着他的男人让出一条道，李登高急忙冲了出去，出门时腿一软，直接摔了个大跟头，差点给我们乐死。当天我就找换锁师傅给大门换了密码锁，然后请堂哥表弟们吃了一顿海鲜盛宴。回到家后，我把如何将李登高赶出去的事说了一遍，爸妈听完后也都笑得合不拢嘴。虽然说现在房价跌了，但是这个房子自从买后就没住过，现在又闹出这一档子事，你之后结婚再住进去不膈应吗？我爸委婉提出建议，亏点就亏点，挂中介卖掉算了。我点点头，之前不愿意出售，不是怕你们亏钱吗？现在既然父亲大人都发话了，那就卖吧。事情过后，我妈还经常多方打听李登高的事。不久后，房子卖掉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妈告诉我，李登高离婚了，还闹得挺大。女方一家是乡下人，就是看中李登高在市区有房子，才愿意嫁给他。没想到房子是假的，女方一家不乐意了，搬走之后就要求离婚。李登高一家也不乐意，说离婚可以，得把10万的彩礼钱、3万3金钱，还有酒席费用、招待亲戚朋友的钱全部还给他们。女方一家人差点气死，说男方骗婚在先，凭什么退彩礼？然后双方各执一词，差点打起来，后面直接法庭相见，官司都打了2个月。最后法院判决返还彩礼3万，因为李登高欺骗在先，婚礼所有费用和金子的钱就不予返还。这个结果李登高一家人很不满意，出了法院，两家人又在门口打起来了，事情闹得还挺大，还上了当天是新闻头条。听着我妈说八卦，我差点笑出声，活该！我要是法官，就要判他倒赔女方精神损失费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他们不是在法院门口打起来了吗？女方他妈直接摔倒在地，说自己要不行了，紧急拨打120，送去医院一查，还真有心脏问题。女方一家咬死，说就是被李登高一家打出来的，然后又打官司，他们又赔了10万块。听到这个结果，我大笑出声，全当乐子听了。我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想到李登高丧心病狂，阴魂不散。1个月后，我加班到深夜，迷迷糊糊地骑着电单车回家，在离家还有1个路口时，一个人影突然从旁边巷子窜出，我怕撞到人，急忙按刹车，差点摔倒在地。那个人穿着连黑色的连衫帽，整张脸都在阴影下。我双脚插地，双手扶车，惊魂未定。你没事吧？你不看路的吗？大晚上的冲来冲去，真要撞到人，这算谁的责任啊？那个人也不说话，突然冲过来，直接揪住我的衣服，将我从车子上拽下来，拖入了没有路灯的巷子里。我顿觉不妙，想跑时已经晚了，急忙尖叫挣扎，却被对方狠狠扇了一耳光。他把我摁倒在墙上，用手肘死死抵住我的脖子。林轩轩，你毁了我的生活，
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，一瞬间，我浑身上下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是李登高，这才几个月没见，他整个人憔悴阴郁了许多。走在路上的话，我绝对认不出来。我他妈在这边蹲了你半个月了，你之前不是老吹嘘自己家庭多幸福，下班在晚路上都有人接吗？今天怎么就一个人回家？总算落入我手里了。听着对方憎恶的声音，我咽了口唾沫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李登高，你别冲动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好好说什么？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李登高突然激动起来，猛地掐住我脖子，用力摇晃。都是因为你，现在我老婆没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还得赔偿别人钱。要不是因为你斤斤计较、蓄意为难，我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被晃得头晕，恶心想吐，内心却忍不住骂道：你老婆跑了，是因为你的欺骗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林轩轩，你家里那么有钱，也不缺房子，我只是借住一下，你为什么要把我赶出去？你凭什么那么对我？而且那个房子本来就是给我结婚准备的，我住进去又能怎么样？你凭什么报警？凭什么叫你家里人来逼我？现在我他妈孑然一身，分文皆无。你满意了？你高兴了？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衣食无忧的女人，在家的时候靠老爹养，出嫁了之后靠男人养，自己一点本事都没有，只会吸男人的血。妈逼的，结个婚还要房子、车子、彩礼，还要金子，什么都要男的出钱。你们女的出了什么？拎包入住还一点觉悟都没有，家务活都指望着我干，你们怎么那么不要脸？李登高双眼赤红，嘴唇发抖，犹如精神失常一般，疯狂地辱骂着我，或者说是因为离婚被刺激到了，疯狂地辱骂女性，发泄着心中的不满。这个男人心里已经扭曲了，我现在根本不敢说话，生怕哪一句说错了，刺激到他，直接就将我掐死了。怎么办啊？我的脑筋疯狂转动。这条路上行人本来就少，半夜更是没有人了，我应该怎样脱身？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稳住李登高。我知道，我能理解你。其实我不是想逼你走，我就是想让你对我认个错，然后和你结婚。为了生存，我已经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听见结婚2个字，李登高突然停了下来，布满血丝双眼死死地盯住我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和我结婚？我再次咽了口唾沫，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对，我知道你和别人结婚都要嫉妒死了，我就是故意让你难堪，就是想让你离婚，然后再找机会和你结婚的。没想到你打完官司之后就联系不上了。听到这些话后，李登高眼睛都亮了起来，但双手仍然死死地揪住我的衣领。你真的想和我结婚？你不会是在哄我吧？怎么会呢？房子我都让我爸妈卖了，我打算拿卖房的钱再买一套，写咱俩的名字，不，写你一个人的名字。钱我都准备好了，就指望联系上你，然后结婚呢。我哄着他，声音颤抖。这样吧，我们出去，明天就去民政局领证，然后买房，怎么样？好，好。李登高居然完全没有怀疑我说的话，急忙把我从巷子里揪出，拉着我就要去宾馆。我们现在就去开房，等到明天早上8点就去领证。我试图甩开他的手，可对方就像铁桶焊的一样，死死地揪住我的衣领，步伐走得飞快。你别抓我这么紧，我肯定愿意跟你走的。我战战兢兢地跟在后面，一边说话转移注意力，一边拿出手机偷偷报了警。咱们就去10里街前面的一家豪客来宾馆吧，我们就在豪客来住下。你不要这么激动，我肯定会和你结婚的。我故意把位置说得很大声，接线员听到后
也明白发生了什么。出警的速度很快，我刚被李登高拉到豪客来，警车就呼啸而来。我借机一把甩开他，大声求救。见我逃脱，李登高脸色大变，还想抓我，瞬间就被几个警察按倒在地，我整个人瘫软倒地，终于活下来了。警局调查了我家周围和公司旁边的所有监控，发现李登高在这1个月内频繁在这两边蹲点，有时见我一个人都想直接冲过来，发现我身边有人后又缩了回去，看来是蓄意谋已久。我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还好小巷口有监控，一切都被拍了下来，证据齐全。因为我不接受经济赔偿，最终法院判处李登高8年有期徒刑。他的父母还在法院门口哭闹，说我诬陷他们的好大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一切终于尘埃落定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加班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